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对波兰的闪电战，这一事件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28天后，波兰即宣告灭亡，波兰也成为二战中首个覆灭的国家。然而，覆灭波兰的不仅仅只有德国。9月16日，苏军也向波兰发起了进攻，苏德两国最终瓜分了波兰。而被苏联瓜分的波兰东部，至今依然属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大家好，我是大胖兵，今天咱们来聊聊苏军入侵波兰。在历史上，波兰曾经3次被瓜分，而波兰的主体部分也在历史上长期被俄罗斯帝国所占领。直到一战结束前夕，俄罗斯帝国宣告解体，波兰才得以真正独立。然而，波兰政府一直试图恢复1772年边境线，所以在1920年入侵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苏俄红军和波兰爆发冲突之后，又发生了苏波战争。所以，波兰和苏联这两个国家自从双方的诞生开始，就相处得极不和谐。这似乎也注定了历史上德苏对波兰的第4次瓜分。这次瓜分始于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其的主要条款为：一旦波兰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那么德国和苏联将会大体以纳雷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为界。维持独立的波兰是否符合双方利益需求，以及这样一个国家应当如何划界的问题，只能在进一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才能确定。也就是说，早在1939年，苏德就已经确定要第4次瓜分波兰，只是这一协议苏联政府始终拒绝承认。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波兰西部迅速沦陷。9月17日，波兰政府逃往法国。与此同时，苏联红军60万人越过苏波边境，正式进入波兰。9月16日，白俄罗斯方面军事委员会向部队发布命令，其中对军事行动的政治意义做解释，大体上就是说，波兰的地主和资本家奴役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劳动人民，用白色恐怖残酷镇压了革命。现在，波兰政府还试图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兄弟投入残酷的第2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绞肉机。总之就是苏联叙事的那一套，而波兰东部确实存在一部分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人，因此苏联才会将其称之为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保护本国主体民族也成为了苏军入侵波兰的主要理由。这种借口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耳熟？2022年，俄军发起特别军事行动时，用的也是相同的理由。9月17日凌晨2点，斯大林亲自邀请德国驻苏大使前往克里姆林宫，随后告知大使，苏军将会在4个小时后越过苏波边境。苏联领导人建议德国，为了避免双方发生误会，德军战机应当避免越过亚维斯托克、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利沃夫一线以东。消息很快传回柏林，希特勒对此不置可否，因为这本就是双方的协议。只是在苏联通知德国的1小时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波江金才向匆匆赶来的波兰大使格日伯夫斯基宣读了莫洛托夫同志签署的致波兰政府照会。照会的主体内容大体如下：鉴于波兰面临德国入侵，且政权已基本宣告消失，为了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民众生命财产，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授权红军总司令部下令白俄罗斯方面军越过苏波边界线，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不得不说，俄罗斯人在找理由这方面80多年都没变过。尽管苏联的行动就是事实上的军事入侵，但至少在外交辞令上，苏联和波兰都没有承认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为了迅速占领波兰东部，苏军投入了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2个方面军共出动28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10个坦克旅、7个总司令部后备炮兵团，共计46.6万人，近4000辆坦克、5500门火炮、2000架战机。与之相对的波兰武装力量则处于绝对的劣势。波兰主力部队都在对付德军，且这些部队大多已经被歼灭。少数武装力量也确实被赶到了仅存的东部控制区，但即便是这样，东部也只有34万军队、540门火炮、70余辆坦克。这种实力对比其实就已经决定了战争的结果。至少今天的乌克兰西面是卖血支援他们的盟友，但当时的波兰以西只有更为凶残的敌人。相较之下，苏联人反倒更加可爱一些。
苏军答应，如果波兰人放下武器，可以保证波兰士兵和军官的人身安全。最终，波兰东部军队的大多数人的确都被苏联俘虏，但苏军的保证却被证明是胡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确都被关押，可其中的1.1万名军官却被处决于卡延森林，史称卡延惨案。让我们将视角转回当时9月17日下午4点，波军总司令雷兹斯米格雷下令波军绝不可以抵抗苏军，因为苏联不是交战国，波军应当从最短的途径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撤退，不可与苏军作战，除非他们企图解除我方部队的武器。对接近波军阵地的苏军部队，应当首先选择谈判，以保证部队尽可能多、尽可能完整地撤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绝大多数的波兰军队的确只和德军作战，最典型的案例便是守卫利沃夫的兰格涅尔金将军，他率领自己部队和包围城市的德军激战，始终拒绝投降。9月22日，当苏联乌克兰方面军已经接近利沃夫时，兰格涅尔金将军亲自来到了乌克兰方面军东部集群指挥部，要求将利沃夫交给苏军，并表示我们将继续与德军作战，以掩护你部尽快接管利沃夫。德国人应当是我们全体斯拉夫世界的敌人。事实上，不仅在利沃夫，当得知苏军越过边界后，华沙城防司令罗梅尔将军几乎是立刻召见了苏联的外交代办切尔绍夫，希望苏联的行动是帮助波兰人民摆脱战争状态，并且迎接和平，所以最好由苏联而不是德国占领华沙。切贝绍夫在给莫斯科的信中表示，华沙城防司令部几乎是每时每刻地期待着我军向华沙推进，显然他们希望将华沙交给我们。尽管苏军对波兰构成了事实上的军事入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时波兰上上下下对苏联出兵的认识谈不上糟糕，他们存在一种基于斯拉夫民族的认同感，这在客观上减少了苏军推进的压力。这就如同数年后德国入侵苏联时，波罗的海诸国依然对德军夹道欢迎一样。相较于德军，大多数波兰东部民众的确更希望苏军占领波兰。两权相害取其轻是人类的本能。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科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亦是写道，除零星波军部队进行微弱抵抗外，苏军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这零星的抵抗大多也是因误会造成的。绝大多数波兰民众热情地对苏军夹道欢迎，苏军往往被视为拯救者。只是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斯坦尼斯拉沃夫，知识分子和商人对红军的态度很谨慎。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事实上斯坦尼斯拉沃夫的主体民族为乌克兰族，这里在波兰沦陷前其实是乌克兰复国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之一。可以说，此时便是有史以来波兰的心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一刻。然而，幻灭很快便接踵而来。在苏军进入波兰的最初几天，苏联各军所接到的命令便是封锁波兰和邻国的边界，绝不允许被击溃打散的波兰军人和成建制的波兰部队成功撤往其他国家。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铁木辛哥的命令更为直接，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当允许波兰士兵和军官进入罗马尼亚。乌克兰方面军的命令亦是如此，他们不仅要求粉碎波兰人的抵抗，还必须迫使所有波兰人放下武器。正如兰格涅尔金将军，他在主动交出利沃夫后，并没有按照原本谈好的条件被送往罗马尼亚，而是和他手下大多数军官一起被送往战俘营。事实上，这些准备离开波兰的军队对苏军没有任何威胁，他们已经放弃抵抗苏军了。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苏军的俘虏，要么离开波兰。但苏军只留给了他们一种选择，这也等于剥夺了他们作为波兰军人的权利，剥夺了波兰军队存在的权利。比起封锁边界，更能体现苏联消灭波兰军队目的的是苏军在战术上竟然在配合德军的军事行动。早在9月19日，苏德的一些部队就建立了接触，双方就此开始协调行动。根据协议，德军将会撤离部分城市和农村，将其转交苏军，而在这个过程中，德军将有义务制止可能出现的挑拨离间和波兰匪帮的暗中破坏活动。对于苏军而言，义务也是对等的，红军也有义务抽调力量，消灭德军撤离地区的波兰匪帮。
苏军的弗罗西洛夫元帅的确下达了完全符合上述精神的命令。在德军向苏军请求协助德军消灭可能对小股德军前进产生威胁的波兰军队时，弗罗西洛夫确实下令前方部队配合德军，相关命令也的确反映在前线。9月23日，德军向苏军通报，格鲁别舒夫城西有大量波军聚集，德军希望苏军参与消灭波兰军队。铁木辛哥在指示莫斯科后，下令乌克兰方面军东部集群抽调一个骑兵团和一个坦克旅，前往实施对波军的攻击并俘虏他们，不允许这部分波军向利沃夫方面突围。就这样，苏军成功帮助德军粉碎并俘虏了波军的一个大集群。在消灭瓦安德尔斯将军所指挥的波军诺沃格鲁旅时，苏军对德军的配合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该部正在向罗马尼亚方向奋力突围，却对背后的苏军完全无防备。苏军突然袭击，安德尔斯将军负伤，并且和大部分官兵一起被苏军俘虏，仅有零星波军成功进入罗马尼亚，而这支部队原本有机会成建制的突围。这就是大胖兵为什么在库里克的报告中对抵抗大多也是因为误会造成的打上了一个双引号。因为波军主动对苏军的攻击的确大多是误会造成的，但被动的抵抗却大多不是误会，而是苏军为配合德军对波军进行的主体进攻所导致的。苏军和波军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误会，他们就是在有计划有预谋地摧毁波军的武装力量。而在另一方面，苏军又利用了波兰人对苏联的信任，各方因素致使苏军在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进展极其顺利。要知道，此时苏军的战斗力比之不久后冬季战争时压根就没有任何区别，芬兰军队都能把苏军打得满地找牙，更遑论波兰军队了。但因为波兰人的信任，仅入侵的第一天，苏军便全线推进了50至70公里，乌克兰方面军的推进甚至达到了70至100公里，这让苏军在波兰东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且危险的突出部。可是他们却并未遭遇任何有组织的进攻。至9月28日，苏军在波兰作战的12天全部完结后，苏军已向西推进250至350公里，占领了19万平方公里土地，解放居民1200万人。在快速推进中，苏军俘虏大量波军官兵。据乌克兰方面军统计，被俘和主动投降的波军军官1万人，士兵18.1万人。白俄罗斯方面军在9月18日拿下维林城后，就有上万波军主动投降。12日的作战行动，苏军共俘虏波兰官兵25万人，其中3500多波兰官兵和居民在行动中被击毙，近2万人受损。苏军损失就要小得多，死亡996人，负伤2383人，而这些被俘虏的波兰官兵至少1半以上是在逃往罗马尼亚的途中被拦截。应该说，苏军的拦截是卓有成效的，最终仅有8.8万波军官兵成功从苏德的包围圈中突围到立陶宛、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但如果仅是对波军的打击，并不足以让波兰平民对苏联产生巨大的幻灭感。然而，从9月19日开始，苏联竟然将出生地在德国占领区的波军战俘大批量的移交德军，出生地在苏联占领区的则部分予以遣散。不仅如此，波兰东部约100至110万波兰公民，其中50%至60%的波兰族人被大批的赶往苏联腹地，包括远东满洲里、中亚地区乃至西伯利亚的苦寒之地。相较于德国军靴下的黑色恐怖，斯大林制造的红色恐怖恐怕也不遑多让。这才是波兰人对斯拉夫兄弟彻底理想幻灭的根本原因。这一场战争后，波兰人对俄罗斯人再无信任可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波兰政府和波军高层的懦弱确实是导致苏联入侵的核心原因。或者说，如果苏军没有进入波兰，那么波兰唯一的结局就是被德军占领全境。9月6日，在德军距离华沙尚且还有300公里时，波兰政府和波军总参谋部就已经逃往卢布林。要知道，9月26日德军才攻入华沙，苏军9月17日才出兵，可波兰政府在开战6天后的9月6日就脚底抹油跑了，甚至就连跑路后被软禁于罗马尼亚的波兰总统自己都已经默认波兰不再有一个政府。作为波兰的大后方，在德军和苏军都尚未到
来时，这里竟然已经自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官员卷款跑路，庄园主囤货齐居，工人得不到工资，佃农得不到粮食，甚至士兵和警察都在忍饥挨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军的到来确实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不得不承认的是，当你没有被苏联认定为敌人时，他们对你的确还算不错。这或许正是历史最诡谲的地方了。好了，故事就到这儿了，我是大胖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